瓦尔德兰这一开口，气氛直接降到了冰点。他显然是抓到了什么把柄，问卢蒂亚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卢蒂亚这会儿还没反应过来，试探着问：难道是自己做错什么了吗？瓦尔德兰根本不吃这一套，直接拆穿了他的伪装。昨天明明是他的休息日，结果呢？还没等卢蒂亚想好怎么解释，瓦尔德兰已经断了他所有的退路。这下是真的跑不掉了。瓦尔德兰直接逼了上来，问他为什么要擅自加班。这语气听着可不像是在关心下属，倒像是在兴师问罪。卢蒂亚支支吾吾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全。其实他心里也有苦衷，这个月都休息8天了，再不干活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时间回到3个月前，那时候的卢蒂亚正跪在教堂的空地上，面前还坐着一个看起来挺虚弱的老人。卢蒂亚总算忙完了，结果这老头不但不领情，还嫌他动作太慢。这年头好人真是难做。老头拍拍屁股走人了。卢蒂亚这会儿连站都站不稳，从早上到现在一口饭没吃，可外面还有一堆伤员等着，他根本没时间休息。就在这时候，门口传来了说话声，塞拉菲娜带着人走了进来。他假惺惺地问卢蒂亚是不是工作量太大了。这话听着是在关心，实际上就是在看笑话。卢蒂亚只能硬着头皮打招呼，旁边的人赶紧拍马屁，说塞拉菲娜心肠太好，卢蒂亚这种笨手笨脚的根本不配当他的下属。塞拉菲娜听了这话，笑得更得意了，直接当众羞辱卢蒂亚，说她就是个没用的废物圣女。在这个世界，拥有神圣力量的女性大概有500个，她们都被统称为圣女。光是在这个迪文特王国就登记了100多位，但圣女和圣女之间地位可是天差地别。这里有一套极其严格的等级制度，谁在上谁在下，分得清清楚楚。卢蒂亚现在的处境，全是因为她在这个金字塔的底层。站在金字塔顶端的阿米莉亚，那权力大的惊人，甚至能跟皇后平起平坐。往下一点就是塞拉菲娜这种出身名门的贵族圣女，她们天生就高人一等。至于最底层的，就是像卢蒂亚这样没背景没家世的平民圣女，说白了就是干苦力的。卢蒂亚忙活了大半天，总算把手头的活干完了。在这空荡荡的大殿里，她显得那么渺小，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卢蒂亚现在累得眼皮打架，只想找个地方眯一会儿。这一路走来确实太不容易了。回想起10岁那年，他的神圣力量第一次觉醒，那时候的他还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在艾德拉孤儿院里，卢蒂亚成了大家的小英雄。不管是汤姆摔伤了腿，还是米莉磕破了皮，只要他一出手准能治好，他还会跑到田里给庄稼祈福。看着作物长得好，心里别提多自豪了，觉得自己终于成了有用的人。可这种好日子并没持续多久，就在他被带进国教教会后，一切都变了。在这里，卢蒂亚才发现自己那点本事根本就不够看的，跟那些天才圣女比起来，她简直就是个半吊子。别人几秒钟就能治好的伤，她得费好大的劲。就连她祝福过的庄稼长出来都比别人的瘦小，这种落差让她彻底看清了现实。原来在这个天才云集的地方，她真的什么都不是。没过多久，无能圣女这个名号就成了她撕不掉的标签。趁着这点休息的空档，卢蒂亚满脑子想的全是孤儿院里的那些孩子。不知道汤姆学会写字了没？米莉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对着最讨厌的西红柿发愁？整整10个月了，他终于盼到了第1个休息日，只要能见到大家，这一路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他已经等不及，要赶紧回到那个温暖的家了。糟了，睡过头了。卢蒂亚背起包就往外冲。这一天他等得太久了。汤姆和米莉那期待的小眼神一直在他脑子里转。之前答应过他们，只要一休息就马上回去。结果因为各种杂活，这承诺一拖就是大半年。好在今天总算能见着大家了。就在他以为能顺利出门的时候，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直接拦住了他的去路。偏偏在这个时候，塞拉菲娜出现了。看这架势，摆明了就是来找茬的。塞拉菲娜冷冷的开口：“你这是打算去哪啊？这下麻烦了，今天这门怕是没那么好出。”卢蒂亚小心翼翼的解释说：“今天好不容易轮到自己休息，正打算回孤儿院看看。”可塞拉菲娜根本不买账，一听到休息这2个字，她整个人都透着一股狠劲。塞拉菲娜直接逼了上来，说话一点都不客气：“你这种没用的东西，居然还敢提休息！”他又搬出了明天的汇报会，直接把话给说死了。要是团队的治疗指标没达标，所有的锅都得卢蒂亚一个人背，这简直就是明摆着欺负人。连指标是多少都没人告诉过卢蒂亚，这不明摆着是要让他当替罪羊吗？塞拉菲娜这回是真动了狠手，卢蒂亚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更让人心寒的是，塞拉菲娜直接把卢蒂亚踩在脚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教训，而是要把他的尊严彻底碾碎。塞拉菲娜语气冰冷：“别忘了，你还欠着我的人情债呢。”卢蒂亚只能一遍遍地道歉：“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其实卢蒂亚这么低声下气，全是因为当年的那场危机。那时候孤儿院欠了大笔债，眼看就要被贵族强行拆掉。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是塞拉菲娜出钱救了大家。为了保住那个家，卢蒂亚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转眼7年过去了，可这笔债就像个填不满的坑，不管怎么拼命，数额居然一点都没少。卢蒂亚心里很清楚，只要他这边一停，孤儿院那边马上就会断粮，汤姆和米莉根本活不下去，这就是明摆着的威胁。可他根本没得选，卢蒂亚最后还是妥协了。我会继续干活的。塞拉菲娜露出了得逞的笑，目的达到了，他连看都不再看一眼，直接转身走人。看着塞拉菲娜远去的背影，卢蒂亚又想起了当年的约定，为了汤姆和米莉的笑脸，这苦日子怕是还得继续熬下去。卢蒂亚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原本答应要回去看孩子们，结果这回又食言了，这种身不由己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转眼到了第2天，教会的大会议室里，
大人物们全都到齐了。汇报会正式开始，大家都在等那个最重要的结果，看看到底谁才是头功。主教拿着名单，大声宣布，这个月治疗指标第1名，果然还是塞拉菲娜的团队。塞拉菲娜这回可是风光无限，连续20个月拿第1，这成绩确实没谁了。底下的人都在小声嘀咕，照这么发展下去，下一任大圣女肯定就是她了。这话刚出口就被旁边人给拦了，这种话哪能乱说？现任大圣女阿米莉亚还在那坐着呢。阿米莉亚倒是没计较，她这大圣女的位置坐得稳稳当当，在大家心里那可是女神级别的存在。不过主教今天把大家叫来，可不只是为了发个奖状这么简单，他手里还有个烫手的山芋，就在离教会不远的地方，有个被恶魔占领的第8特区，那地方可不是闹着玩的。主教环视了一圈，最后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他打算派1名圣女去那里驻守。这话一出，底下的人全炸锅了，那地方又是恶魔又是瘟疫的，谁去谁倒霉。主教看大家都不吭声，干脆直接亮出了底牌，只要谁能推举出人选，不仅能进管理层，甚至还能竞争下一任大圣女。这诱惑可太大了。塞拉菲娜一听，心里的小算盘立马响了起来，她主动站了出来，说她手底下正好有个合适的人选，不用问也知道，她这是要把卢迪亚推出去当替死鬼了。这下卢迪亚是真的危险了，好不容易回了趟家，结果连汤姆和米莉的面都没见着，卢迪亚这心里肯定不是滋味。但现在可不是伤感的时候，毕竟债主还在后头盯着呢。塞拉菲娜可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她冷冰冰的提醒，欠我的钱你还没还清呢。为了早点把这笔债了结，卢迪亚只能打起精神继续干活，只要能把钱还上，再累也得咬牙撑着。就在这时，马车终于到了地方，旁边的人随口提了一句，这就是第8特区吗？这马车还没进城，车厢里的气氛就先不对劲了。旁边的男人压低声音说，这地方黑漆漆的，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另一个男人赶紧接话，可不是嘛，听说城里还在闹瘟疫，这要是进去了，怕是没命活着出来。卢迪亚在旁边听得真切，魔族这2个字就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心口，毕竟那是生活在魔界的种族，两界虽然土地相连，但恩怨早就深得化不开了。30年前那场仗，整整打了10年，不知道填进去多少人命，好不容易消停了10年，结果和平日子还没过够，那个自称魔王的男人就这么大摇大摆的出现了。这就是传闻中的第8特区，原本是个没人管的奴隶区，结果被那个男人买下来，硬生生改造成了魔族的巢穴，谁也猜不透他到底在打什么算盘。马车外的人还在嚼舌根，说什么和平共处都是骗人的鬼话。魔族那帮家伙骨子里还是惦记着人类的地盘，甚至还有更离谱的传言，说当年打仗的时候，他们直接拿活人去喂魔兽，光是听着就让人后背发凉。听着这些吓人的动静，卢迪亚心里更没底了，毕竟他现在正一步步走进这个是非之地。刚送走最后一位病人，旁边的修女就推门进来，告诉卢迪亚今天的治疗任务全部结束。卢迪亚这下总算松了口气，连这2天都能提前收工，这简直是老天爷开恩。他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要是现在赶紧往回赶，今天居然能睡够4个小时，在这鬼地方待着，能睡个安稳觉比什么都强。卢迪亚这会儿正美着呢，今天不仅活干完了，还没碰上那个难缠的塞拉菲娜，没挨骂没受气，简直是运气爆棚的一天。结果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高兴劲儿还没过1秒，身后就传来了那个熟悉的声音，塞拉菲娜居然就在这儿等着他呢。塞拉菲娜笑得那叫一个灿烂，还破天荒地夸他辛苦了，说他忙到这么晚不容易。卢迪亚只能硬着头皮客气2句，毕竟这种反常的关心准没好事。果然塞拉菲娜话锋一转，说是有件事想找他帮忙。塞拉菲娜一开口就把卢迪亚吓得够呛，他居然问卢迪亚愿不愿意去第8特区工作。卢迪亚整个人都傻了，那个传闻中魔族横行的地方，这哪是去工作，这分明是去送命。塞拉菲娜接着说，那边现在正闹传染病，那里的领主指名道姓，非要一位圣女过去帮忙不可。这话听者是在商量，其实根本没给卢迪亚留退路。塞拉菲娜盯着他问，你应该会去的吧？谁不知道第8特区那是只有魔族才会待的鬼地方，这一趟要是真去了，恐怕就再也回不来了。魔族那些所谓的和平共处，全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盯着的一直都是人类的领地，甚至有传闻说那帮家伙会拿活人去喂魔兽，真要落到他们手里，怕是连当奴隶都是奢望。卢迪亚最放不下的还是汤姆和米莉这2个孩子，这一走可能这辈子都见不着了。卢迪亚还是没忍住，小声拒绝了，他说自己真的做不到。塞拉菲娜冷笑一声，反问他是不是真的想好了，这语气明显是没打算放过他。这下2边算是彻底撕破脸了。塞拉菲娜接下来的话才是真正的威胁，他把卢迪亚的死穴掐得死死的，汤姆和米莉居然被守卫给抓了，2把大剑就这么架在孩子脖子上。塞拉菲娜笑得让人发毛，他说要是卢迪亚不肯点头，这2个孩子以后就别想露脸见人了。这哪是商量，这分明是要毁了这2个孩子。卢迪亚这下彻底没招了，他知道塞拉菲娜什么都干得出来，可还没等他开口，塞拉菲那就打算把人往地牢里送。这地牢要是进去了，孩子还能有命出来吗？眼看人就要被带走，卢迪亚终于崩溃了，他大喊一声等等，这最后的一道防线还是被塞拉菲那给彻底击穿了。卢迪亚看着汤姆和米莉，这2个孩子就是他的命，他绝对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出事。为了保住孩子，卢迪亚只能豁出去了，他大声喊道，请送我去第8特区吧。听到这话，塞拉菲娜终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塞拉菲娜
笑得合不拢嘴，只夸卢蒂亚做了个明智的决定。紧接着，他又抛出了一个新的信息：塞拉菲娜凑到卢蒂亚耳边，说出了那个地方的主人正是魔界的二皇子。听说那位皇子浑身都是诅咒，皮肤上全是吓人的斑块，更可怕的是，谁要是敢靠近他，诅咒就会传染给谁。卢蒂亚这下心都凉了，他要去伺候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怪物。塞拉菲娜还假惺惺的祝愿，希望那位皇子能像他一样善良，这明摆着是在看笑话。看着被守卫控制的米莉和汤姆，卢蒂亚知道自己没得选。塞拉菲那这心肠真是一刻都不打算等，他要求卢蒂亚现在就动身，说那位皇子已经等不及了。卢蒂亚整个人都懵了，这深更半夜的，居然连准备的时间都不给。可塞拉菲娜根本不废话，他回头看了一眼汤姆和米莉，那意思再明显不过，你要是敢说个不字，这两个孩子立马就没命。卢蒂亚最后的一点希望也彻底熄灭了，他只能低声答应下来。就这样，一辆马车趁着夜色把卢蒂亚送往了那个传闻中满是诅咒的鬼地方。马车跑得飞快，卢蒂亚连跟汤姆和米莉好好告个别的时间都没有，这一走可能就是永别了。还没等他从悲伤里缓过神，马车就停了下来，外面的人冷冰冰的提醒：地方到了。卢蒂亚拎着行李走下车，这就是那个传闻中满是诅咒的第8特区。可当他看清楚眼前的景象，整个人都愣住了。眼前的城堡看着就让人发毛，卢蒂亚心里怕得要命，恨不得现在就逃跑。可一想到汤姆和米莉，他知道自己没退路了。为了保护那两个孩子，这龙潭虎穴也得闯一闯。就在他给自己鼓劲的时候，身后突然多了一个人。这大半夜的，居然有人能悄无声息的靠近。男人冷冷地问了一句：“你就是教会送来的圣女？”卢蒂亚吓得话都说不利索了，赶紧点头承认，说自己叫卢蒂亚。这男人压迫感实在太强，站在他面前，卢蒂亚觉得自己渺小的不行。就在这清冷的月光下，男人终于报上了名号，他说自己叫瓦尔德兰。这名字一出来，卢蒂亚整个人都僵住了。眼前的男人头发黑得像能把月光吸进去，最吓人的是那双眼睛红得跟鲜血一样。原来这就是那个传闻中杀人不眨眼的魔界皇子瓦尔德兰。这下卢蒂亚是彻底没退路了，站在瓦尔德兰面前，他就像只待宰的羔羊。瓦尔德兰就这么带着卢蒂亚在空旷的长廊里走着，每一步都像是在倒计时。卢蒂亚心里怕得要命，根本不知道这男人要把他带去哪。瓦尔德兰突然停下脚步，到了。卢蒂亚心里一点底都没有，进了这扇门，自己还能安全吗？明明说是请他来治病的，瓦尔德兰总不至于现在就动手吧？可万一这只是个幌子呢？不管了，为了米莉，这道坎怎么也得跨过去。瓦尔德兰推开大门，卢蒂亚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结果呢？谁能想到门后面等着他的，竟然是这么大一个的草莓蛋糕。刚才还怕得要死，现在卢蒂亚满脑子只剩一个字：香。卢蒂亚这口蛋糕还没咽下去，脑子里全是问号，我怎么就吃上了？时间倒回几分钟前，瓦尔德兰就这么往那一坐，这架势看着可不像要请客。卢蒂亚当时整个人都懵了，不是说要治病吗？怎么把我带到餐厅来了？看着这一桌子的龙虾和牛排，卢蒂亚彻底没转过弯来，这哪是来受罪的，这分明是来吃大餐的呀！他整个人还是懵的，这画风转得也太快了。瓦尔德兰倒是一脸淡定，问他怎么还不动筷子。卢蒂亚只能硬着头皮回了一句祝您胃口好。说实话，卢蒂亚都不记得自己多久没正经吃过肉了，这香味确实让人没法拒绝。可吃着吃着，卢蒂亚心里又开始犯嘀咕，这男人到底在打什么算盘？无缘无故请吃大餐，怎么看都不对劲。就在这时，他发现瓦尔德兰竟然笑了，这下卢蒂亚彻底坐不住了，这顿饭该不会是最后的晚餐吧？难道这菜里有毒？卢蒂亚还在心里打鼓，这肉里到底有没有毒？可转念一想，第一次跟皇室吃饭，要是直接拒绝也太没礼貌了。就算真有毒，应该也不至于当场要命吧？结果这一口下去，卢蒂亚整个人都惊了，这味道简直绝了。之前的担心全被抛到了脑后，现在他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真相。就在他吃的正香的时候，西翁走过来告诉他，后面竟然还有甜点蛋糕。卢蒂亚这下彻底坐不住了，那种传说中软绵绵的小甜点，竟然真的要上桌了吗？看着眼前这块精致的蛋糕，卢蒂亚感觉像在做梦一样。卢蒂亚这下尴尬了，刚才还担心有毒，结果一转眼，整块蛋糕都被他扫光了。瓦尔德兰冷不丁问了一句：“吃完了吗？”卢蒂亚只能老老实实点头，说自己已经吃撑了，毕竟在皇室面前这么没吃相，换谁都得心虚。瓦尔德兰盯着他看了半天，就回了3个字：知道了。这语气听得卢蒂亚心里直发毛，难道是嫌他吃的太多，惹这位大佬不高兴了？结果瓦尔德兰直接站了起来，宣布这场面试到此结束。谁能想到这顿饭竟然就是考核内容？瓦尔德兰最后丢下一句话：从今天开始，你就是这里的住家员工了。卢蒂亚整个人都傻了，他看了看墙上的钟，还没到午夜，既然已经拿到了这份工作，那肯定的表现得勤快点。卢蒂亚赶紧叫住瓦尔德兰，小心翼翼地打听接下来该干点什么活。谁知道瓦尔德兰回过头，眼神里全是莫名其妙，反问他在胡说什么。还没等卢蒂亚反应过来，瓦尔德兰已经大步走到了他跟前，这气场压得他话都说不利索了。结果这位大佬竟然是让他赶紧去洗个澡，然后老老实实上床睡觉。瓦尔德兰大声命令道：现在的任务就是休息，必须把之前的疲劳全补回来。卢蒂亚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只能愣愣地答应下来。门外传来了敲门声，进来的正是艾格里特和西翁。这时间掐的也太准了，瓦尔德兰头也不回的吩咐带他去房间休息。
西翁恭敬地领了命，走到卢蒂亚跟前，他笑得非常客气，说要亲自带卢蒂亚过去。卢蒂亚整个人都是懵的，只能乖乖跟着西翁往外走。他回头看了一眼，总觉得这气氛有点不对劲。等卢蒂亚一走，艾格里特立刻凑到瓦尔德兰身边，他可是好奇的不行，这位难搞的大佬到底是怎么面试新人的？瓦尔德兰随口提了一句，刚才那姑娘居然想现在就开始干活。艾格里特听完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这都晚上10点了，哪有这时候主动找活干的？瓦尔德兰倒是很淡定，看来艾格里特之前的报告没写错，教会那边确实把底层剩女当牲口使唤。卢蒂亚这是被压榨出职业病了。艾格里特无奈地摊了摊手，毕竟他们魔族名声不好，卢蒂亚被派到这鬼地方来，估计也是背上头逼的没招了。他现在只担心一件事，这姑娘可千万别被吓跑了。瓦尔德兰没接话，脑子里全是卢蒂亚刚才的样子。明明还没到半夜，他却满脑子都是工作。看着卢蒂亚吃蛋糕时那股高兴劲，瓦尔德兰心里泛起了嘀咕，这女人跟他以前见过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路数。他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想，如果是这个女人的话，说不定真的能行。第二天一早，女仆卡纳就笑眯眯地等在门口，说是要带卢蒂亚去见那位大人。走在洒满阳光的花园里，卢蒂亚这心里别提多舒坦了。9点才上班，这日子过得也太滋润了，他都不记得自己多少年没睡过这么安稳的觉了。回想起昨晚西翁带他去洗了热水澡，那床铺软得跟云朵似的，一躺下就没知觉了。原本以为这里是个龙潭虎穴，可现在看来这地方跟他想的完全是两码事。卡纳笑着把人领到了跟前，卢蒂亚小姐带到了。瓦尔德兰转过身，第一句话居然是问他睡得怎么样。卢蒂亚赶紧点头应声，这老板当的也太体贴了。卢蒂亚刚想客气的称呼一声殿下，结果瓦尔德兰直接摆了摆手，叫我瓦尔德兰就行。这下卢蒂亚彻底懵了，哪有平民敢直呼皇室名讳的？他只能硬着头皮改了口，顺便问了一句，这大早上的到底是要去哪儿？瓦尔德兰指了指前面的大房子，淡淡的回了一句，这是诊所。可等推开这扇大门，卢蒂亚才发现这里面的景象跟他预想的完全是两码事。屋子里全是剧烈的咳嗽声，到处都是虚弱不堪的病人。谁能想到这传染病的规模竟然已经严重到了这种地步？瓦尔德兰停下脚步，转过头看向身后的卢蒂亚，语气里带着前所未有的严肃。卢蒂亚，用你的力量能不能救救他们？看着眼前这一张张痛苦的面孔，卢蒂亚终于明白瓦尔德兰带他来这里的真正目的，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入职参观，而是一场关乎生死的考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卢蒂亚一时间根本没法答应。放眼望去，屋子里全是病倒的百姓，一个个看着都没了人样。就在这时，旁边的女人突然喊了一声里昂，那孩子咳得连气都喘不上来，这病比想象中还要凶险。里昂摊开手，掌心里全是咳出来的血。卢蒂亚哪见过这种场面，这简直就是人间地狱。看着眼前这对绝望的母子，卢蒂亚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卢蒂亚心里直打鼓，要是自己一个普通人突然使出这种超能力，非要把这孩子吓坏不可。瓦尔德兰倒是反应快，他先稳住那对母子的情绪，说别害怕，接着介绍了卢蒂亚的身份。这位是今天刚来的圣女，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但他敢打包票，这姑娘绝对信得过。他转头问里昂，愿不愿意让圣女给瞧瞧？这当妈的赶紧道歉，刚才确实是急疯了，现在他把卢蒂亚当成了最后的希望，求他一定要救救里昂。卢蒂亚一口答应下来，看着里昂难受成这样，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如何也得把这孩子救回来。几个人赶紧把里昂带进诊疗室，看着躺在床上的里昂，情况比刚才还要糟糕。瓦尔德兰提到了红斑病这3个字一出来，屋里的气氛彻底变了。卢蒂亚知道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这种红斑病在冬天特别凶，一开始只是起疹子，接着就是发烧呕吐，最严重的直接就没命了。瓦尔德兰问，这症状什么时候开始的？里昂的母亲说1个月前就开始了，找过治愈师，可孩子一点没见好。卢蒂亚有点纳闷，那个治愈师怎么回事？瓦尔德兰解释说，魔族没有圣女，只有治愈师，可治病得用魔力，这人类世界哪来的魔力啊？所以那些治愈师根本没招。这就是为什么瓦尔德兰非要找个圣女回来，因为圣女救人不用魔力，靠的是体内的神圣力量。就在这时，里昂又开始剧烈咳嗽，里昂母亲急得大喊他的名字，他转头求卢蒂亚，圣女大人，求求你救救我儿子。卢蒂亚赶紧答应，我这就救他。卢蒂亚伸出手，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救活他。可越是焦急，这双手就越是不听使唤。就在这时候，塞拉菲那张嘲讽的脸又在脑子里晃悠，口口声声说他是废物，这声音简直像个咒语，要把他最后一点信心都给磨掉。我真的能行吗？去救一个魔族的孩子，万一搞砸了，那我不就真成了废物？不行，现在绝对不能慌，要是连我也乱了阵脚，这孩子就彻底没救了。卢蒂亚知道自己没退路了，不管用什么办法，都得把这孩子从死神手里抢回来。卢蒂亚现在压力大到了极点，她总觉得要是救不活里昂，那全是自己的错，甚至连米莉和汤姆也都会因为她的无能而遭殃。这种沉重的负罪感压得卢蒂亚几乎喘不过气来，整个人都快要崩溃了。就在这时候，瓦尔德兰突然叫了他的名字，卢蒂亚吓了一跳，这才从那种可怕的念头里拔。瓦尔德兰看着他说，你没必要一个人扛着这些，要是真出了什么事，他这个当老板的会负全责。他让卢蒂亚别去想后果，只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就行。这话一出来，卢蒂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最支持他的竟然会是瓦尔德兰。
卢蒂亚脑子里突然闪过以前那些糟心的日子，那时候塞拉菲那可没少折磨他，上来就是一个响亮的耳光。塞拉菲那冷着脸质问：这个月的治愈次数怎么变少了？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在他眼里，卢蒂亚就是个拿钱干活的工具，只要拿了工资，就1秒钟都不能歇着。卢蒂亚只能低着头不停道歉，可塞拉菲娜根本不打算放过他，直接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他头上，还要扣他的工钱当惩罚。卢蒂亚当时整个人都懵了，结果塞拉菲娜变本加厉，说他既然这么没本事，那就干脆干活干到死算了。以前卢蒂亚总觉得不管出什么事都是自己的错，他以为日子本来就该这么苦，可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没日没夜的压榨真的是正常的吗？瓦尔德兰低声问：你冷静下来了吗？卢蒂亚看着眼前的男人，心里突然亮堂了，他跟塞拉菲娜完全不一样，他是真的在保护我。卢蒂亚大声回答：冷静下来了，既然有人在背后撑腰，那还有什么好怕的？他再次伸出双手，这次没有半点犹豫，圣光一下子照亮了整个房间，这股力量比刚才稳多了。瓦尔德兰就在一旁守着，看着他拼尽全力去救人。奇迹真的发生了，里昂终于睁开了眼睛，这口气总算是缓过来了。里昂的母亲激动的不行，抱着孩子一个劲的道谢：圣女大人，真的太谢谢你了。卢蒂亚看着这一幕，心里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只要人没事，刚才那点辛苦就不算什么。就在这时，一只手轻轻搭在了他的肩膀上。瓦尔德兰看着他说：干得漂亮，卢蒂亚。他这回是真心的，甚至还郑重其事地道了谢，说这次多亏有他在。卢蒂亚整个人都受宠若惊，赶紧摆手说不用，这还是他头一次因为救了人而得到这么多感谢。以前在塞拉菲娜那儿干得再多也是应该的，哪听过这种暖心窝子的话？西翁推门进来问：是不是该让下一个人进来了？瓦尔德兰没急着点头，而是先问卢蒂亚还能不能撑得住。说实话，卢蒂亚心里还是有点打鼓，但他这回没打算退缩，直接大声回了一个是。瓦尔德兰接下来要出一趟远门，为了彻底治好红斑病，他得去魔界找药，这一走就是1个月。虽然有点担心，但他现在是真心相信卢蒂亚能行。卢蒂亚也暗暗发狠，这1个月他一定要拼尽全力。日子过得飞快，转眼1个月就过去了。瓦尔德兰终于赶了回来，西翁赶紧上前迎接。瓦尔德兰刚回到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心里就开始惦记起卢蒂亚了。这1个月不在家，也不知道那个圣女到底能不能应付得过来。就在他琢磨的时候，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大门被猛地推开，艾格里特急匆匆地闯了进来，一看到瓦尔德兰就喊：您可算回来了。他这副火急火燎的样子，显然是出了什么大事。艾格里特接着说：圣女大人做了一件简直让人不敢相信的事。瓦尔德兰听完这话，心里咯噔一下，难道卢蒂亚真的闯祸了？艾格里特没直接回答，而是递过去一份报告，那是卢蒂亚这个月的治疗记录，上面的数据简直离谱，死亡人数竟然是0，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更夸张的是，连排队等治疗的人也没了。卢蒂亚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能把烂摊子收拾得这么干净？瓦尔德兰拿着报告反复确认了好几遍，这数据实在太离谱了，所有感染者竟然全治好了。艾格里特非常肯定，调查结果绝对没出错，现在外面一个排队的病人都没了。瓦尔德兰还是想不通，以前的圣女1个月顶多就几10个人，卢蒂亚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艾格里特叹了口气，说这事儿还得从2周前说起。那时候女仆卡那急坏了，跑来找艾格里特告状，说卢蒂亚根本就没在休息。艾格里特当时就觉得不对劲，赶紧跑去查看情况，毕竟谁也没见过哪个人类圣女会为了魔族这么拼命。外面的人都在嚼舌根，说卢蒂亚简直像个怪物，居然能跟魔族混在一起。艾格里特可不听这些闲话，为了瓦尔德兰大人，他必须亲眼看看这屋里藏了什么。这扇门一推开，里面的景象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没有阴森的气氛，也没有什么邪术。卢蒂亚正跟人聊得热火朝天呢，这哪像是圣女在干活，简直就像是老朋友聚会。屋里全是笑声，这下轮到艾格里特没话说了，眼前的这一幕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卢蒂亚抬头看了看门口，艾格里特先做了个自我介绍：我是瓦尔德兰大人的亲信艾格里特。卢蒂亚一听这话，整个人都不对劲了，瓦尔德兰大人的亲信？还没等对方把话说完，卢蒂亚直接开始道歉：对不起，我是不是给大人添麻烦了？看着卢蒂亚这副样子，艾格里特心里直犯嘀咕，这反应看着不像演的呀，他到底在怕什么？艾格里特赶紧解释：你先冷静点，我真不是来找麻烦的，只是听说你最近没怎么休息，特意过来看看情况。你真的有在好好休息吗？卢蒂亚愣住了，休息这个词对他来说实在太陌生，以前在教会的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放假，现在突然被这么一问，他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对。艾格里特一眼就看穿了，看你这反应就知道肯定没好好歇着，他直接下了死命令：明天你必须休息，1天假都不准少。卢蒂亚一听就急了：不行，绝对不行，外面还有那么多病人在受苦，这种时候我怎么能一个人去休息？艾格里特这下彻底没话说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个人类圣女居然能为了魔族做到这一步，这事儿要是传到瓦尔德兰耳朵里，恐怕又要掀起不小的风浪了。卢蒂亚这姑娘也是实诚，她说这可是瓦尔德兰大人的托付，自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消息很快传到了瓦尔德兰那里，他看着手里的报告，脸色变得非常严肃。整整1个月啊，卢蒂亚居然1天都没歇过。艾格里特在旁边如实汇报，确实是这样，但也多亏了他这么拼命，外面的瘟疫总算控制住了。瓦尔德兰听完没再说话，这哪是在救人，
这简直是在拿命在换命。他直接给艾格里特下了死命令，现在就把卢蒂亚给我叫过来。瓦尔德兰正坐在书房里等着，刚才那道命令下去，人很快就带到了。门外传来敲门声，卢蒂亚轻声问能不能进来。这门一开，瓦尔德兰直接看愣了，眼前的卢蒂亚和平时那个只顾着救人的圣女简直判若两人。瓦尔德兰盯着她的衣服，半天没回过神来。卢蒂亚赶紧解释说这是卡纳借给他的，连头发也是卡纳帮忙梳的。瓦尔德兰轻咳一声，赶紧让他先坐下。这气氛一下子就变了，原本是要兴师问罪的，现在他还发得起火吗？两人坐下后，瓦尔德兰先开了口，说已经看过了这1个月的报告。卢蒂亚心里咯噔一下，花了整整1个月才治好大家，这效率在魔王眼里肯定慢得离谱吧。他越想越灰心，觉得自己肯定又要被赶走了，毕竟在教会的时候他就一直被说是没用的废物。可瓦尔德兰接下来的话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说你真的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卢蒂亚根本没听进去，他还沉浸在自我怀疑里，觉得自己果然还是不行。就在这时，瓦尔德兰突然伸手直接按住了他的手背，这一下卢蒂亚彻底愣住了，瓦尔德兰到底想干什么？瓦尔德兰看着卢蒂亚认真的说，多亏了你，这么多人的命才保住了。这还没完，瓦尔德兰接着补了一句，这件事只有你能做到。卢蒂亚，我必须向你表达谢意。卢蒂亚整个人都僵住了，在教会这么多年，他听到的全是嫌弃和谩骂，这还是头一次有人告诉他，他的努力是有价值的。这种被认可的感觉让他心里五味杂陈。眼看这气氛正煽情呢，瓦尔德兰却突然话锋一转，他站起身来，语气变得非常强硬，但是从现在开始绝对不允许你再这么拼命了。卢蒂亚还没从感动中缓过来，直接被这一盆冷水泼猛了，不让拼命，这又是什么新规矩？瓦尔德兰这把总发言又来了，他告诉卢蒂亚，虽然感谢他这么卖力，但休息也是工作的一环。紧接着他直接下了死命令，从现在开始节假日绝对不准加班。卢蒂亚哪见过这阵仗啊，赶紧小声道歉，说自己以前确实没这么拼过命。瓦尔德兰听完叹了口气，他转过身看着卢蒂亚，一字一句地告诉他，这种劳逸结合的日子才是他真正该有的生活。卢蒂亚半天没接上话，就在这时，瓦尔德兰突然拿出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往桌上一搁，他说这是给你的奖励。袋子一打开，好家伙，整整442万！卢蒂亚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这笔钱意味着什么？在教会干一整年都没这么多，甚至连孤儿院欠的债，这一袋子下去都能平了。卢蒂亚心里开始打鼓，自己真的值这么多钱吗？可要是直接拒绝，是不是太不给瓦尔德兰面子了？结果瓦尔德兰看他半天没动静，居然皱了皱眉，问他是不是嫌钱给少了。卢蒂亚吓得赶紧摆手，这哪是少啊，这简直是把1年的工资一次性全砸过来了。在魔王手下打工，这待遇是不是有点太离谱了？瓦尔德兰看卢蒂亚这副样子，就知道他肯定是想差了。他淡定地补了一刀，这钱可不是什么年薪，而是你1个月的工资。卢蒂亚这下彻底傻眼了，1个月400多万，这哪是发工资啊，这简直是在往他怀里塞金山。就在卢蒂亚还在树林的时候，教会总部这边的气氛可就没这么轻松了。教会的大会议室里正进行着每月的业绩考核，结果不出所料，本月的治疗量第1名又是塞拉菲娜的团队。这下大家都没话说了，毕竟塞拉菲娜的实力摆在那，拿第1简直就是家常便饭。阿米莉亚坐在旁边，看着手里的报告没吭声。随着教皇宣布会议结束，大伙儿纷纷起身离开。塞拉菲娜也正打算离开，却被身后的声音叫住了。回头一看，竟然是阿米莉亚。阿米莉亚笑着说，想单独聊聊，问塞拉菲娜能不能留步。塞拉菲娜停了下来，这下走不掉了，只能看看对方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等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塞拉菲娜直接问，到底有什么事？阿米莉亚也不绕弯子，说这事儿跟塞拉菲娜的团队有关。阿米莉亚这一开口，直接把塞拉菲那给整不会了。他说塞拉菲娜的团队最近表现得非常糟糕，这话听着可太刺耳了。塞拉菲娜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明明刚拿了全教会第1，怎么到圣女嘴里就成差生了？塞拉菲娜冷笑一声，让阿米莉亚把话再说清楚点，毕竟这种没头没脑的指责，谁听了都得火大。阿米莉亚倒是一点不慌，直接点出问题的核心，说比起上个月的数据，塞拉菲那团队的治疗量其实是在走下坡路。塞拉菲娜这下没话说了，接过报告仔细一瞧，整个人都傻了，数据竟然比上个月掉了2成。阿米莉亚在一旁装模作样，故意引导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卢蒂亚离开了？塞拉菲娜一听这话，当场就炸了，大喊着绝对不可能。阿米莉亚顺着他的话点头，说也对，毕竟卢蒂亚以前的治疗量一直都是垫底的。塞拉菲娜虽然嘴硬，但心里已经开始发虚了，只能勉强应了一声。这2个人各怀鬼胎，这业绩下滑的锅最后到底得谁来背？阿米莉亚看着塞拉菲娜那张臭脸，忍不住笑出了声，说他这样子简直是在浪费美貌。既然现在还是第1名，阿米莉亚决定先不计较，但这好日子恐怕没几天了。他凑到塞拉菲娜耳边，故意问了一句，下个月你们还能保住这个位置吗？阿米莉亚说完就走，留下塞拉菲娜一个人在原地发飙。他死活都不愿意相信业绩下滑是因为卢蒂亚走了。在塞拉菲娜眼里，卢蒂亚就是个没用的废物，有没有他根本不重要。可事实就摆在眼前，要是下个月真丢了第1名，塞拉菲娜还能这么嘴硬吗？塞拉菲娜越想越觉得无所谓，反正卢蒂亚现在肯定在魔族那边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被当成廉价劳动力使唤。他觉得卢蒂亚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根本不可能翻身，更别提威胁到他的地位。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几个月就没了。卢蒂亚的生活可跟塞拉菲那想的完全不一样。在宽敞明亮的大宅子里，西翁端上来精致的甜点，说是瓦尔德兰特意交代的，要给辛苦工作的卢蒂亚补营养。毕竟卢蒂亚每天忙着救治感染者，确实是累坏了。瓦尔德兰这份心意，卢蒂亚自然是高高兴兴的收下了。塞拉菲娜要是看到这一幕，估计得气的当场背过气去。卢蒂亚尝了一口甜点，整个人都要被治愈了，直夸这味道简直绝了。看着他吃得这么开心，瓦尔德兰在一旁优雅的喝着茶，西翁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这气氛简直不要太和谐。瓦尔德兰突然冒出一句，说卢蒂亚当初面试的时候吃东西的样子就特别香。卢蒂亚被说的有点不好意思，赶紧开口道歉，说是因为那会儿的东西实在太好吃了，自己才没忍住。瓦尔德兰放下茶杯，说以前那些剩女连这里的饭菜碰都不敢碰，唯独卢蒂亚是个例外。原来在卢蒂亚之前，那些被派过来的剩女全都是哭着逃走的，根本没人愿意给魔族治病。卢蒂亚这才明白自己当初那个举动在魔族眼里有多难得。瓦尔德兰语气特别真诚，说多亏了卢蒂亚，领地里的传染病才控制住了。他是真心想说声谢谢。这突如其来的表扬让卢蒂亚都有点接不住了。结果瓦尔德兰话锋一转，说还有件正事要商量。瓦尔德兰先提了个旧话题，说魔族其实也有自己的医生，只是现在遇到了大麻烦。卢蒂亚点头，他知道那些医生得靠魔力才能救人，可这地方离人类领地太近，魔力稀薄的几乎没有，魔族医生根本使不上劲。瓦尔德兰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他想把这地方变成一个人类和魔族能真正共存的示范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打算在镇中心直接盖一座诊所，让所有人都能看得起病。卢蒂亚听完有点不敢相信，毕竟现在大家看病都得大老远跑过来，很多重病号根本撑不到地方。在镇中心开诊所，这想法确实够大胆，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搞这么大动作，真的能顺利办成吗？瓦尔德兰接着说，只要在镇中心把诊所盖起来，就能救下更多人的命。他看着卢蒂亚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把这个新诊所办起来？卢蒂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指着自己问，是我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卢蒂亚反而更纠结了，要跟那么多专业的治疗师共事，自己真的能做好吗？以前那些糟糕的经历让他现在一点自信都没有。瓦尔德兰看他半天没说话，又叫了他一声卢蒂亚。瓦尔德兰说，这几个月他一直在观察卢蒂亚对病人的那份责任感，他全看在眼里，所以这个位置非他不可。卢蒂亚这下总算下定了决心，他点头说，既然我的能力还有用，那我就不推辞了，这事儿就算这么定下了。卢蒂亚终于迈出了这一步。可就在这时候，卡纳急匆匆地闯了进来，他大喊着，出大事了！瓦尔德兰赶紧追问，到底怎么回事？原来是研究设施那边突然发生了坍塌事故，这下麻烦大了，不仅是里面的研究员，连路过的老百姓都受了伤。瓦尔德兰看向卢蒂亚，虽然很不好意思，但他还是开口了，能不能请你再帮帮大家？卢蒂亚没有半点犹豫，直接答应了下来。救人这种事，他从来都不会推辞。等他们赶到现场，眼前的景象简直惨不忍睹，整栋研究大楼塌了一大半，到处都是碎石瓦砾，伤员横七竖八的躺在草地，治疗师们正忙得不可开交，这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瓦尔德兰看着废墟，表情严肃地问，出事的地方是不是平时存放魔力的地方？旁边的负责人赶紧回答，没错，刚才确实发生了魔力暴走，万幸的是目前还没出人命，但是里面的情况谁也说不准。瓦尔德兰当机立断，他得进去确认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二次爆炸的风险。负责人点点头，带着他们往后门走。瓦尔德兰转过头，语气里带着几分歉意，他说，抱歉，救治伤员的事只能拜托你了。卢蒂亚没有半点迟疑，直接答应了下来。他知道现在每一秒都很关键。看着瓦尔德兰带人冲进废墟，卢蒂亚立刻转身奔向了那片躺满伤员的草地。他刚想上前帮忙，却被一名正在施法的治疗师拦住了。治疗师一脸警惕地盯着他，语气非常不友善。他说，你是个圣女吧？你到底想干什么？卢蒂亚赶紧解释，等一下，我只是想帮忙救人。可对方根本不领情，反而大声吼道，你们这些圣女是不是又想利用魔族来达成目的？他指着卢蒂亚，态度强硬地把他往外赶，这里不需要你插手，我们会自己照顾伤员。卢蒂亚直接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一片好心竟然会被人当成别有用心。看着这些忙碌的治疗师，卢蒂亚心里很清楚，这地方对他的敌意比想象中还要深。虽然瓦尔德兰亲自开了口，但在这些魔族治疗师眼里，人类圣女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他们有着自己的骄傲，根本不打算让外人插手，哪怕现在人手再紧，也不愿意接受他的帮助。之前在诊所的时候，大家明明还挺期待的，可一到了这种正式场合，种族之间的那道坎还是没那么容易跨过去。卢蒂亚站在废墟边上，看着眼前这一切，头一次觉得这么无力。既然没人愿意信他，那接下来的救治工作到底该怎么开展？就在两边僵持不下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头顶上的废墟突然二次坍塌，大块的碎石直接砸了下来，根本来不及躲，有人当场就被埋在了下面。卢蒂亚和旁边的治疗师都看傻了，谁也没想到这时候还会出事。现场一下子乱成了一锅粥，有人大喊着赶紧救人，可等大家把伤员拖出来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不乐观了。那名治疗师急得直跺脚，现在人手本来就紧缺，再加上这种突发重伤，他们根本就忙不过来。看着眼前这一幕，卢蒂亚知道现在可不是犹豫的时候了。既然有人在受苦，卢蒂亚
就没法袖手旁观，管他什么偏见和阻拦，现在救人才是最重要的。他冲到一名伤员身边，大声询问对方的情况，嘴里喊着：“坚持住，我马上为你治疗。”卢蒂亚直接上手，柔和的光芒瞬间覆盖了伤口。他这股不顾一切的劲头，让周围的人都看呆了。之前那个阻拦他的治疗师在旁边看得直咬牙，他低声骂了一句：“这笨蛋，真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可骂归骂，看着卢蒂亚熟练的手法，他也没再出声阻拦，毕竟眼下的情况确实太糟了。没过多久，原本昏迷的女人发出了呻吟，看样子是缓过劲来了。卢蒂亚赶紧凑过去问：“你感觉怎么样？”女人看着眼前的卢蒂亚，整个人都愣住了。她小声回了一句：“我还好。”这就是传说中的圣女吗？女人简直不敢相信，那种钻心的疼竟然真的在慢慢消失。以前总听人说圣女是在利用魔族，可现在亲眼见到了，心里那点怀疑全没了。卢蒂亚没想那么多，一边继续手里的活，一边轻声安慰她：“别担心，马上就好了。”受伤的女人撑着身子坐起来，真心实意地向卢蒂亚道谢。卢蒂亚反倒有点不好意思，赶紧问她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确认对方已经没有大碍。卢蒂亚刚想叫人把她抬到安全的地方，结果还没来得及起身，麻烦就找上门了。那个魔族治疗师又回来了，他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吼，问卢蒂亚是不是把他的警告当成了耳边风，非要在这儿碍手碍脚。卢蒂亚被吓得缩了一下，只能小声地跟他道歉，明明救了人还得挨骂，这圣女当的也太憋屈了。治疗师这火气是彻底压不住了，他指着卢蒂亚大喊：“之前的圣女不仅丢下我们不管，甚至还敢狮子大开口要什么天价治疗费。”原来魔族对圣女的恨全是因为前任留下的烂摊子，多少人因为还不起债被活生生逼到了绝境，甚至连命都没了。卢蒂亚哪听过这些，他整个人都听傻了，他下意识地往后退，可这地方到处是碎石，一个没站稳，整个人直接翻了下去。卢蒂亚被这一通指责问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脚下一滑，整个人直接往山坡下再去，这要是摔实了，后果简直不敢想。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道黑影唰地冲了过去，稳稳地抓住了卢蒂亚。关键时刻，瓦尔德兰还是赶到了，他一把将卢蒂亚搂进怀里。瓦尔德兰低声问：“你没事吧？”瓦尔德兰这下抱得可真紧，卢蒂亚还没从刚才的惊吓里缓过神，只能小声地说了句谢谢。刚才那个闹事的男人还在旁边站着，这气氛尴尬的不行。卢蒂亚赶紧低头认错：“对不起。”瓦尔德兰冷着脸看向了对面，治疗师下的话都说不利索了。殿下，您怎么来了？瓦尔德兰可没打算跟他废话，直接冷声质问：“我让你带队来救治伤员，你在这儿到底在干什么？”这治疗师眼看要倒霉，反手就把锅甩给了卢蒂亚。他说是这丫头自己跑过来瞎掺和，非要干扰我们的工作。结果这话刚出口，旁边被救的女人直接炸了，她大声反驳道：“你在胡说什么呢？明明是这位圣女大人救了我，是你一直在旁边找茬吧？”这下好了，恶人先告状踢到了铁板上，看这治疗师还怎么编下去。这治疗师眼看要穿帮，干脆破罐子破摔了。他对着瓦尔德兰大喊：“我根本没做错，殿下您得讲讲理，这全是圣女惹的祸，我们只是想救回自己的兄弟，为了求圣女帮忙，我们求了一遍又一遍，可结果呢？那些高高在上的圣女连正眼都不瞧一下，他们居然说为什么要救这些恶心的恶魔？这种话都能说出口，他们根本就没把人命当回事。你说这种人我们能不恨吗？”卢蒂亚在一旁听得心惊肉跳，他怎么也没想到圣女的名声竟然是被这样败光的。原来在这些士兵眼里，他们早就成了见死不救的代名词。就在这时，瓦尔德兰冷冷地叫出了他的名字：“西奥。”瓦尔德兰并没有直接发火，他看着眼前的治疗师西奥说：“我能理解你的愤怒，但是在没搞清楚真相之前，就随便把火撒在别人身上，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治疗师西奥还想再辩解两句，可瓦尔德兰根本没给他机会。他语气强硬地提醒道：“别忘了你们现在的身份，救治这里的伤员才是你们作为治疗师的首要任务。”这番话直接把对方没词了。瓦尔德兰接着下令：“先去干活，等忙完了，我再听你慢慢解释。”面对这种压迫感，治疗师西奥只能老老实实低头认怂，小声应了一句：“明白了。”处理完这边的烂摊子，瓦尔德兰转过身看向卢蒂亚，语气明显缓和了不少。他说：“刚才让你受惊了，真是不好意思。不过眼下救人要紧。”瓦尔德兰还是希望卢蒂亚能搭把手，再试着跟这些治疗师合作一次。卢蒂亚倒是一点没记仇，他笑着点了点头，答应得非常干脆。卢蒂亚这治愈魔法一亮出来，旁边的治疗师们全看呆了。事实胜于雄辩，看着伤员们一个个好转，这些大老爷们儿心里的偏见也开始慢慢动摇了。卢蒂亚不仅技术过硬，对谁都笑眯眯的没架子，这哪像他们以前见过的那些高高在上的圣女啊！尤其是西奥，估计心里正犯嘀咕呢，自己刚才真是看走眼了，差点就错过了一个救命的帮手。忙活了大半天，等大家停下手里的活儿，天都已经黑透了。好在这次大家配合得够默契，事故居然一个牺牲者都没有。瓦尔德兰宣布散会，让大家都回去休息。不过他特意叫住了西奥，毕竟有些话还是得挑明了说。瓦尔德兰问他：“今天这一出，你应该看明白了吧？”西奥这回没再犯倔，他心里比谁都清楚，卢蒂亚是真的在帮他们，哪怕面对的是恶魔，他也完全没有退缩的意思。不仅帮着救人，连那难搞的红斑病也是靠他才压下去的。这份心意，大家伙儿其实都看在眼里。看着卢蒂亚安静的样子，西奥终于意识到自己之前的那些成见错得有多离谱。西奥低着头，小声嘀咕了一句：“我之前还以为那些传闻都是假的，
卡纳在旁边听得真切，立刻接过了话茬。那些传闻可一点不假，卢蒂亚大人确实救治了恶魔，而且为了帮大家，他整整1个月都没合过眼。瓦尔德兰看着西奥，语气平静却很有分量。他说：“我知道你想在第8特区救人，也知道你过去吃了不少苦，可如果一直揪着过去不放，那就什么都改变不了，到头来你谁也保护不了。”瓦尔德兰顿了顿，接着说道：“卢蒂亚和以前那些圣女不一样，如果你今天也感受到了这一点，那就别再犹豫了。”瓦尔德兰这番话算是彻底说到了西奥的心坎里。看着瓦尔德兰离去的背影，西奥心里那道防线终于松动了，或许真的可以试着往前迈一步。夜深了，瓦尔德兰带着卢蒂亚坐上回程的马车，车厢里安静的只能听到马蹄声。瓦尔德兰先开了口，他觉得今天让卢蒂亚受了委屈，特意跟他道了个歉。卢蒂亚倒是一点没往心里去，他反而觉得西奥的反应很正常，毕竟人心都是肉长的，受过伤之后谁都会变得谨慎。要是换成他自己，经历过那些糟糕的事，估计也很难再去相信所谓的圣女。这份感同身受反而让他更想帮大家做点什么。瓦尔德兰先开了口：“谢谢你，治疗队的大家确实都辛苦了。”卢蒂亚点点头，他也觉得大家都很不容易。说到诊所的事，卢蒂亚倒是很有干劲，他说自己一定会尽全力的。瓦尔德兰看着眼前的女孩，轻声回了一句：“那就拜托你了。”正事聊得差不多了，瓦尔德兰突然话锋一转，问卢蒂亚这周日有没有空。卢蒂亚虽然应了下来，但心里难免有点犯嘀咕，这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提到了周日？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的安排？卢蒂亚以前的日子过得太苦，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休息。来到这里之后，每到休息日，他就只会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发呆。瓦尔德兰听完这话，心里大概也有了主意。他说：“那正好。”紧接着，瓦尔德兰就抛出了一个重磅邀请。他问卢蒂亚：“既然你有空，要不要和我一起进城逛逛？”卢蒂亚和卡纳在街上逛着，卡纳忍不住嘀咕：“瓦尔德兰大人是不是迟到了？”话音刚落，身后就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卢蒂亚！”这下卢蒂亚整个人都愣住了。瓦尔德兰带着西翁走了过来，看这架势，应该是刚忙完就赶过来了。瓦尔德兰问：“怎么了？”卢蒂亚赶紧摆手：“没什么。”瓦尔德兰倒也没多想，今天一定要帮你选到喜欢的裙子，卢蒂亚小姐。卢蒂亚心里还是有点打鼓，忍不住又确认了一遍：“你真的确定要这么做吗？”瓦尔德兰回答的理所当然：“那是当然，你可是代表第8特区出面，必须得选件最合适的衣服。”听到这话，卢蒂亚总算找到了个说服自己的理由。既然是代表特区，那这趟街是非逛不可了。不过大家肯定好奇，这两人怎么突然就凑到一块儿去了？其实这事儿还得从几天前说起。那时候瓦尔德兰主动开口：“你能陪我去趟镇上吗？”这一问，才有了后边这么多事儿。瓦尔德兰坐在马车里，终于说出了这次进城的真正目的。2周后，他得去参加大圣女的庆典。卢蒂亚听得一愣一愣的。大圣女的庆典？瓦尔德兰点了点头，提起了去年的那场旧事。那时候第3特区因为大旱闹了一场没完没了的大火，就在大家都绝望的时候，阿米莉亚站了出来。她用那股强得离谱的神圣力量，硬生生把伤员全救了回来。这次庆典就是为了表彰她的功绩。不过瓦尔德兰接下来的话才是重点，虽然外面没公开，但当时第8特区也偷偷送了物资过去。瓦尔德兰接着说：“正因为那次帮了忙，他也收到了邀请函。”卢蒂亚听完都懵了，原来魔族也会救人吗？这事儿他以前压根没听说过。更离谱的是，那张邀请函上白纸黑字写着，希望卢蒂亚能一起出席。卢蒂亚这下彻底坐不住了，指着自己问：“我吗？”他从来没参加过这种大场面，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瓦尔德兰看出了他的顾虑，问他到底在担心什么。卢蒂亚支支吾吾半天，才说自己根本没见像样的礼服。结果瓦尔德兰一听，反而笑得更开心了。这不正好吗？他正愁没机会送份大礼呢。这下卢蒂亚整个人都僵住了，这哪是买衣服啊？这分明是早有预谋吧？瓦尔德兰这动作挺快，直接把人带到了地方。这门一推开，里头的阵仗还不小。屋里这位穿黄色礼服的女人一开口就叫出了卢蒂亚的名字，看这架势，明显是专门在这儿候着呢。卢蒂亚盯着对方看了半天，总算想起来了，这不就是之前自己亲手救下的那个人吗？女人自我介绍说，她叫库鲁鲁，这次见面就是为了报那天的救命之恩。卢蒂亚还没从惊讶中缓过来，赶紧问对方伤好了没。库鲁鲁笑着拍了胸脯说，现在身体好的不得了，一点疤都没留下，这全得亏了卢蒂亚。不过叙旧归叙旧，正事儿可不能耽误。瓦尔德兰早就打过招呼了，今天就是要给卢蒂亚挑一件最完美的礼服。卢蒂亚刚想开口道谢，旁边的西翁突然来了主意，既然都来了，干脆把卢蒂亚平时的换洗衣物也全都给置办了吧。卡纳也在旁边跟着起哄，说卢蒂亚现在穿的都是府里剩下的旧衣服，确实该换换新的了。这下卢蒂亚彻底慌了，一件礼服就够贵了，再买这么多哪好意思啊？可这2个女仆根本不听，已经开始讨论到底是粉色好看还是蓝色更衬她了。就在卢蒂亚被围着转的时候，他下意识看向了瓦尔德兰，想让他帮着说句话。只要这位大老板发个话，那2个兴奋过头的女仆肯定能消停点。谁知道瓦尔德兰不仅没来，反而大手一挥，让卢蒂亚看上什么就拿什么，千万别客气。这下卢蒂亚彻底懵了，这哪是来救场的，这分明是嫌火烧的不够旺啊！既然金主爸爸都点头了，库鲁鲁他们几个哪还会客气，直接就把卢蒂亚给架走了。各种新款式轮番往卢蒂亚身上比划，看这架势，今天不把这店里的衣服是个遍，卢蒂亚是别想走出这道门了。卢蒂亚在里头试的正欢，看这架势，那是相当满意啊。外头
这几位等的可不短。瓦尔德兰虽然没说话，但心思估计早飞进去了。就在这时，卢蒂亚打了个招呼，说让大家久等了。这帘子一拉开，全场一下子就安静了。换上新礼服的卢蒂亚简直像变了个人。瓦尔德兰这下是真看入迷了，半天没憋出一个字来。卢蒂亚被看得有点不知所措，小声试探着问了一句：“瓦尔德兰大人。”瓦尔德兰总算回过神了，他说：“这身衣服真的很适合你。”卢蒂亚赶紧道谢，这气氛一下子就变得不一样了。后面那几个看戏的笑得那叫一个灿烂，心里估计早就开始盘算别的事了。不知不觉天都快黑了，夕阳把整座桥都照得金灿灿的。卢蒂亚感叹：“今天真是谢谢你了。”瓦尔德兰却摇了摇头，他说：“该道谢的人其实是他自己，因为卢蒂亚这段时间的付出确实帮了他们大忙。”这话听着可不只是客套。瓦尔德兰看着眼前的卢蒂亚，语气变得特别郑重。在他眼里，卢蒂亚已经不只是个普通女孩了，她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能连接人类和魔族的桥梁。卢蒂亚听完也愣住了，回想起这段时间的点点滴滴，不管是救治伤员，还是和瓦尔德兰、艾格里特他们相处，每一幕都历历在目。既然被寄予了这么大的厚望，那肯定不能掉链子。卢蒂亚在心里暗暗发誓，为了成为那个能改变未来的人，她一定会拼尽全力。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大日子。大圣女庆典当天，整座城堡都布置得格外隆重。这一刻总算来了，所有的准备都没白费。卢蒂亚这身行头一亮相，直接把全场给镇住了。这哪还是平时那个小姑娘，现在的她就是圣女本人。卡纳和西翁围着她直夸，说这身礼服简直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卢蒂亚自己也挺美，能穿上这么漂亮的衣服去参加庆典，换谁不高兴啊？可就在这一刻，一些不怎么愉快的往事突然钻进了她的脑海。以前可没少受塞拉菲那这些人的白眼，他们捂着嘴在那冷嘲热讽，嫌弃卢蒂亚穿的寒酸，还叫她离远点。想到这些，卢蒂亚脸上的笑一下子就没了。现在的风光是真的，但那些受过的委屈哪是这么容易就能抹掉的？就在卢蒂亚还在为往事伤感的时候，门外传来了敲门声。门外的人轻声问了一句：“是我，可以进来吗？”卢蒂亚应了一声。这门一开，进来的竟然是瓦尔德兰。他今天这一身打扮，显然也是为了庆典精心准备的。瓦尔德兰看着眼前的卢蒂亚，夸了一句：“这身衣服很适合你。”卢蒂亚愣了一下，小声回了句谢谢。瓦尔德兰走到卢蒂亚面前，轻声叫了她的名字。卢蒂亚这会儿正紧张呢，赶紧应了一声。瓦尔德兰看她这副样子，干脆当起了临时教练，让她先把背挺直了。卢蒂亚哪敢不听，立马照做。接着瓦尔德兰又让她深呼吸，把胸膛挺起来。这一套动作下来，卢蒂亚整个人看着精神了不少。瓦尔德兰看着她认真的说：“你应该对自己更有信心。”他向卢蒂亚保证，他和以前那些圣女完全不一样，他是真的打心底里相信卢蒂亚。看着瓦尔德兰那坚定的样子，卢蒂亚心里那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既然连他都这么相信自己，那接下来的庆典还有什么好怕的呢？卢蒂亚这下总算想通了，确实的拿出点勇气来相信自己。他笑着对瓦尔德兰说：“谢谢您。”庆典现场已经是热闹非凡，漫天的彩带飞舞，所有人都在期待着这一刻。瓦尔德兰亲自扶着卢蒂亚下了马车，这排场这待遇足以说明卢蒂亚现在的地位。两人并肩而立，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挑战。人群里突然炸开了锅，大家扯着嗓子在喊：“是大圣女，是大圣女出来了！”紧接着，阿米莉亚出现在了台阶顶端，听着底下那些感谢救命之恩的声音，她表现得非常淡定。在老百姓眼里，现在的阿米莉亚简直就跟女神下凡没区别。阿米莉亚站在高处，开始回顾1年前的那场大火。她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总算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这番话听着确实挺得人心。就在这时，瓦尔德兰带着卢蒂亚走进了会场，人群里立马传来了嘀咕声，大家都在好奇，这还是以前那个卢蒂亚吗？感觉整个人完全变了样。可紧接着风向就有点不对了，大家盯着瓦尔德兰小声议论，说卢蒂亚身边那个男人是恶魔。听着这些刺耳的评价，卢蒂亚显然是被影响到了，场面眼看就要变得尴尬。阿米莉亚赶紧出来打圆场，她笑着叮嘱大家一定要对远道而来的客人保持礼貌。围观的人都被吓得不轻，阿米莉亚这一招到底是真心想帮忙，还是在故意提醒大家卢蒂亚带了个恶魔回来？庆典闹腾了这么久，总算是快到头了。瓦尔德兰看着卢蒂亚，觉得这地方也没必要多待。可还没等他们转身走人，阿米莉亚就主动凑了上来。他这一开口，直接把瓦尔德兰给拦住了。阿米莉亚笑得倒是挺甜，转头看向卢蒂亚说：“好久不见了，卢蒂亚。”卢蒂亚显然没料到他会过来打招呼，只能客客气气地回了一句：“确实好久不见了，阿米莉亚大人。”瓦尔德兰在旁边看着，语气可没那么客气，直接问他到底想干什么。结果阿米莉亚接下来的话让气氛一下子变得更微妙了。他居然提出想跟瓦尔德兰单独聊聊。卢蒂亚倒是挺大方，直接让瓦尔德兰跟着阿米莉亚走了。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身后突然传来了个声音，直接叫住了他。来的人竟然是塞拉菲娜。他笑盈盈的提议，想带卢蒂亚去旁边聊聊。卢蒂亚这会儿明显有些犹豫，刚想开口推辞，塞拉菲娜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冷冰冰的反问了一句：“你这是要拒绝我吗？”这语气听着可不像是在商量，简直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卢蒂亚被这气场压得死死的，根本没法说个不字，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塞拉菲娜把卢蒂亚带到了没人的地方，这地方选的可真够偏的。她先是假惺惺的夸了一句，说这裙子真漂亮。卢蒂亚还没来得及客气完，她这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直接问卢蒂亚：“你难道不觉得这衣服你根本配不上吗？”
卢蒂亚这下彻底懵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塞拉菲娜就露出了真面目。谁能想到，这位大小姐竟然直接动手了！呲啦一声，卢蒂亚最心爱的裙子就这么被当场撕成了碎片。这下麻烦大了，瓦尔德兰不在身边，卢蒂亚该怎么收场？这可是瓦尔德兰亲口夸过的裙子，卢蒂亚现在心都要碎了。她满脑子都是瓦尔德兰温柔的样子，可现实却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塞拉菲娜在一旁阴阳怪气说：“真没想到你还能活着回来。”她盯着那件破掉的裙子问：“这种好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卢蒂亚小声回答：“这是瓦尔德兰大人送的。”结果这话一出口，塞拉菲娜笑得更狂了。她一脸鄙夷地凑过来，问卢蒂亚是不是当了谁的情妇？这话简直就是往人心口上扎刀子。卢蒂亚整个人都僵住了，她想替瓦尔德兰辩解，可塞拉菲娜根本不给她机会。卢蒂亚整个人都垮了。明明瓦尔德兰给过她那么多鼓励，让她好不容易攒了点自信，可现在这种恐惧感让她连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塞拉菲娜反倒笑得更开心了，她嘲讽卢蒂亚居然为了讨好那个传闻中长相丑陋的皇子，连这种委屈都能忍。她冷笑着说：“我可是很尊重你的，而且还不止一个方面。”卢蒂亚终于忍不住了，她大声反驳：“瓦尔德兰大人才不是你说的那样。”就在两边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个低沉的声音传了过来：“看来这里有点小误会啊。”塞拉菲娜和卢蒂亚都愣住了。瓦尔德兰逆着光走过来，语气冷得让人发抖。他盯着塞拉菲娜问：“你找我的得力部下到底有什么事？”卢蒂亚整个人都愣住了，没想到他会在这时候出现。塞拉菲娜还没反应过来，这男人到底是谁？怎么气场这么吓人？等等，他刚才叫卢蒂亚什么？下属？塞拉菲娜脑子里飞快转了一圈，难道说他就是第巴特区的那位二皇子？这下塞拉菲娜是真的踢到钢板了，惹谁不好，偏偏惹到了这位活阎王。塞拉菲娜这下彻底懵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说这位皇子是个丑八怪吗？传闻他全身长满了诅咒的斑块，可眼前这男人哪有一点传闻中的样子？瓦尔德兰根本没心思管别人怎么想，他直接脱下外套披在了卢蒂亚单薄的肩膀上。瓦尔德兰低声问：“你没事吧？”卢蒂亚愣愣地抓着外套，小声回了一句：“谢谢您。”塞拉菲娜心里这把火烧得比谁都旺，她怎么也想不通，凭什么瓦尔德兰要对卢蒂亚这么好？明明卢蒂亚只是个没用的剩女。不过这女人变脸比翻书还快，她立马换上一副笑脸，主动向瓦尔德兰行礼：“我是塞拉菲娜。卢蒂亚在第巴特区过得怎么样？没给您添麻烦吧？”这话听着是在关心，实际上就是暗示卢蒂亚是个只会惹祸的累赘。瓦尔德兰可不吃这一套，他语气平淡，却每一个字都在打塞拉菲娜的脸。他说：“这就不劳你费心了。”卢蒂亚在那边干得非常出色，这下塞拉菲娜的算盘彻底落空了，当众被打脸的感觉估计够他受的了。塞拉菲娜只能硬着头皮陪笑脸，说自己知道了。瓦尔德兰可没打算叙旧，他直接下了逐客令，说卢蒂亚累了，要带他先走一步。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塞拉菲娜气得牙痒痒，却一个字都不敢多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走远。等走到了没人的地方，卢蒂亚这才松了口气，他小声对瓦尔德兰说：“刚才的事真的谢谢您。”虽然脱离了险境，但卢蒂亚心里还是有点打鼓。这位皇子殿下为什么要帮自己到这个地步？瓦尔德兰倒是一脸淡定，他说：“不用谢，保护自己的下属本来就是分内的事。”这话听着挺公事公办的，可他接下来的话直接让卢蒂亚心里咯噔一下。瓦尔德兰问：“是谁撕坏了你的裙子？”卢蒂亚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刚才那些难堪的画面又在脑子里转了一圈，看来什么都瞒不过这位皇子。瓦尔德兰看他没说话，也没打算继续逼问，他说自己不会强迫他交代发生了什么，但是这事儿显然没这么简单就结束了。瓦尔德兰接着说：“你可别忘了，这世上还有人在乎你。”这话一出口，卢蒂亚整个人都愣住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种话会从他嘴里说出来。看着瓦尔德兰那温柔的模样，卢蒂亚的心跳一下子就乱了节奏。在这一刻，之前的委屈和不安好像全都消失了。塞拉菲娜这会儿正憋着一肚子火，一边走一边在心里咒骂：“卢蒂亚不就是个没用的剩女吗？到底在神气什么？还有那个瓦尔德兰，怎么跟传闻里说的完全不一样？”就在他气得不行的时候，楼梯上方突然传来一个声音，直接叫住了他。塞拉菲娜吓了一跳，抬头一看，阿米莉亚正居高临下的盯着他，语气里带着一丝玩味，问他是不是已经跟卢蒂亚聊完了。刚才还横着走的塞拉菲娜，这会儿立马就蔫了，只能低着头应了一声。可对方显然没打算就这么放过他，紧接着又问了一句：“你们刚才到底聊了什么？是不是你求着卢蒂亚回来帮忙？”这话简直是往塞拉菲娜心口上扎刀子，她当场就炸了，大声反驳说：“那个没用的废物在不在，根本就没什么区别。”阿米莉亚嘴上说着抱歉，可那语气里全是嘲讽。她提醒塞拉菲娜，要是再这么不长进，排名可就要掉到底了。这番话简直是当众扇巴掌。塞拉菲娜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本以为欺负卢蒂亚能找回点面子，结果反而让自己成了笑话。这种被压一头的感觉，她1秒钟都忍不了。既然明着干不过，那就只能找软柿子撒火了。她把主意打到了汤姆和米莉身上，这2个孩子可是卢蒂亚的命根子，只要拿捏住他们，就不怕卢蒂亚不就范。想到这儿，塞拉菲娜忍不住笑出了声。这回她可是憋了个大招，就等着看卢蒂亚怎么求饶了。一转眼，1个星期就这么过去了，卢蒂亚还不知道，一场针对她的阴谋已经在暗处悄悄铺开了。卢蒂亚站在门口，半天都没敢推门进去，因为她满脑子全是瓦尔德兰那天说的话。瓦尔德兰告诉他，别忘了这世上还有人在乎他，就这一句话让卢蒂亚彻底乱了阵脚。这几天只要一闭上眼，
瓦尔德兰的样子就挥之不去。他觉得自己快要疯了，怎么就偏偏忘不掉他呢？就在卢蒂亚纠结的时候，房门突然被人推开了，女仆卡那兴冲冲地跑进来，手里还拿着一封信，说是专门给卢蒂亚送过来的。卢蒂亚赶紧接过信，可他还没意识到这封信的出现意味着塞拉菲内的计划已经正式开始了。卢蒂亚接过信一看，整个人都精神了，这封信竟然是从孤儿院寄来的。他满心欢喜地拆开信，心里还在琢磨，是不是汤姆和米莉这两个小家伙终于给他写信了。可是这信才读到一半，卢蒂亚脸上的笑容就彻底消失了。这封信里写的根本不是什么问候，而是能让他当场崩溃的消息。汤姆和米莉不见了，他们被人带走了。